柏林宣战，80万北约军直奔莫斯科。停摆结束，50亿美元援乌装备即将交付。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人类史上损失最大，进展最慢推进。波克罗夫斯克濒临沦陷，普京存地诗人战略到底换来什么？采购100万无人机，美军启动大采购时代。拉脱维亚援乌战车 Patriot 全部交付。泽连斯基之前估计，俄罗斯已在乌克兰部署超60万士兵，具体人数恐怕更多。北约听到这消息，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甚至都没有什么高级官员回应。当时不少人偷偷笑话北约，说这是被吓破了胆，话都不敢说一句。但现在真相出来了，不回应不是害怕，而是不屑，因为北约80万军队已整装待发。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德国联合行动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索尔弗兰克中将透露称，柏林已做好与莫斯科开战的准备，具体表现在柏林已随时准备协助北约往俄罗斯边境部署80万北约军队，直奔莫斯科。据悉，该部署计划出自去年的德国行动计划文件。文件提到，假如北约第5防御条款被俄罗斯触发，德国将摇身一变成为战争重要后勤枢纽，以便北约各国向俄罗斯方向部署数十万军队和装备。文件重点指出，部署必须在开战后180天内完成。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才算触发北约防御条款？从北约第5条的内容看，它规定成员国在遭受袭击时可以采取集体行动。例如，今年9月，俄罗斯对北约东翼国家侵扰频繁，法国总统马克龙立马在巴黎召集26个欧洲伙伴国，承诺建立战后安抚部队，这就被认为是北约集体行动的前奏。一旦俄军向北约国家的侵扰变成袭击，安抚部队1秒变成安抚王者部队，对俄军予以致命打击。不过条款虽然喊得响，不少人却仍对其持怀疑态度，原因不外乎2点。第一，俄罗斯早就在北约领土开始了骚扰活动，甚至都不能说骚扰，而是把北约东翼国家当成了自己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例如今年9月10日，超20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把波兰重要机场和军事基地偷窥了个遍。接下来几周，丹麦也惨遭毒手，多架俄军无人机跑到他家机场，导致北欧重要转运枢纽哥本哈根机场被迫关闭了数个小时，造成的经济损失足以买几万架俄军无人机。另外，德国、斯洛伐克也相继传出俄军无人机和战机光顾的消息，但北约军队始终没有动静，这让人如何相信他会向俄罗斯发起进攻？第二，北约内部似乎还没有达成统一，像匈牙利等俄罗斯小弟不断在北约内部搅局，导致情况变成了北约发兵了，但没完全发；北约准备打仗了，但没完全打的量子纠缠状态，堪称薛定谔的北约军队。但这次对于索尔弗兰克中将的放话，火力军却认为北约要动真格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德国总理默茨之前宣布将斥资约4393亿美元，把德国军队打造成欧洲最强传统武力。当时火力军就怀疑，以德国的军事追求，如此庞大的军费支出绝对不可能只为了一个最强传统武力的称号，他必定在放长线钓大鱼。如今大鱼终于露出水面，即北约军队部署俄罗斯，乃至为兵发莫斯科提供足够的军备支持。此外，德国内部也对俄罗斯的威胁耿耿于怀。总理默茨直言，解决俄乌战争的外交途径已经用尽，言下之意，既然外交不行，那就用武力解决。索尔弗兰克中将也在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已有能力对北约领土发动攻击，让我们处于危险之中，因此部署80万北约军队的计划可能很快实施。到底是多快？索尔弗兰克中将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最早明天就能对莫斯科发动进攻。这句话无疑是在向外界透露2个信号，一个是北约给俄罗斯准备了80万军队大礼包，就等俄罗斯再做出更过分的侵犯举动。北约的钢铁洪流将直接进入战争前线，帮助乌军赶走俄军侵略者。第二个是柏林已做好完全准备，最快第2天就能向俄罗斯部署军队和装备，只是柏林还在等一个契机，一个俄军自掘坟墓的契机。目前德国正不断向乌克兰运送军需，来为这个契机做准备。而除德国外，远隔大洋的美国政府也终于结束停摆，正式启动援乌50亿军需流程。美国政府的门已经关了40天，不少人甚至暗中坐庄，打赌白宫能否在这个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记录上再做突破。现在看来，这个记录要止步于此了。据参议院投票广播消息，11月9日晚，美国参议院以60比40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一项拨款法案通过，这标志着联邦政府的停摆即将迎来尾声。这份拨款法案在众议院法案基础上附加了3项长期预算案，即所谓小综合拨款案，足以让政府资金延长至明年1月底。也就是说，至少3个月内，美国政府不会再出现关门大吉的尴尬。
政府重新运转，这是好事，但对还在东欧平原继续侵略大业的俄军来说，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因为美军超50亿美元的援乌武器计划再次回到正轨。这项计划由丹麦、克罗地亚、波兰等北约国主导，交付的武器装备包括 AMR-120AM 先进中程导弹，以及宙斯盾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几乎都是乌克兰前线作战急需。此外，还有其余北约成员国根据乌克兰优先购买计划，自愿为乌出资购买的4个武器大礼包。根据白宫评估，该武器援助计划至少需要投入超50亿美元资金，都由北约掏腰包。按照原本的流程，北约从美国采购后第一时间转运到乌克兰，补充其武器库存。结果钱到位了，武器到位了，武器商却关门了。一名负责武器转运的高级官员披露，政府停摆后，专门负责转运事宜的军事事务局仅仅维持了25%的人员配置，别说推进海外转运流程了，能保持事务局正常运转，都得多亏留下的25%工作人员能力出众，不然事务局也得关门。就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格特也无奈道，民主党的停摆直接拖累盟国的武器供应计划，从而间接冲击了乌克兰。好在乌克兰的艰苦抵抗没有白费，停摆结束，50亿美元援乌武器即将就位，相信能大大缓解乌军前线的压力。与乌军压力骤降不同，俄军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推进压力，甚至不少俄军士兵都已认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人类史上损失最大、进展最慢的推进。俄军最初挑起侵略战争，气势牛得很。事实证明，俄军也只会玩偷袭。第一波偷袭结束，后面就一泻千里。俄罗斯媒体前不久放出消息，他们在沃夫昌斯克余地曼战场完成了150米到260米的推进。当时不少人还笑话俄军，推进区几百米有什么好聊的？但对俄军来说，这就是光速。火力军以库皮扬斯克为例，俄军往里面投入成千上万的兵力，砸进去大量武器和资金，结果3年零1个月就推进了30公里，平均每天推进24.2米。要知道，蜗牛每天的爬行速度都高达47米。因此，不少人笑称，俄罗斯人对库皮扬斯克的特别军事行动，大概是人类现代历史上进展最慢、损失最大的一场战争。一线战场方面，焦点依旧是波克罗夫斯克，该战场的俄军意志非凡，继续用肉墙战术渗透进城内。或许是士兵不够用了，俄军攻势已有所放缓。渗透进城的俄军放弃了大摇大摆抢占阵地的战术，而是身着便衣藏匿起来，等着跟城外俄军里应外合。乌军的情况则比俄军好上太多。据乌克兰东部集团通报，乌克兰国防军牢牢坚守着米尔诺赫德的阵地，以阻止俄罗斯军队在郊区站稳脚跟。在俄军无人机和导弹袭扰下，部队的后勤变得复杂，但仍然能维持人员与物资不及所需的水平。乌军指挥官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微小的敌我差距，立马组织军队从波克罗夫斯克两翼展开反攻。一支部队沿 T0408 公路以及 M30 公路稳步推进，另一支部队则往 M32 公路展开猛攻。两翼部队持续推进，均取得不错进展，顺利打通两翼公路补给线。火力军看来，随着乌军完成两翼的清理工作，拿命渗透进波城的红军大概无法等到他们的援军了。毕竟援军想要冲进来，莫斯科就必须往该地区下重注。但问题是，他手上的士兵储备足够吗？目前来看，恐怕完全不够。因此，城内俄军只剩下被歼灭的命运。从这能够看出俄军战术的大问题，他们的渗透战术将源源不断的俄军送入城内，但后续部队却怎么也跟不上。俄军波城中心开花战术根本开不出花。目前，波克罗夫斯克的乌军约有1万人以及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随着第8空降军到来，乌军战力得到极大增强，人人满配北约装备，大量布拉德利战车游荡。相比之下呢，俄军的战略物资始终无法及时迭代与补给。当然，哪怕俄军想补给也没有办法。例如之前俄军想在波城南郊建立中转基地，打造后勤枢纽，结果被乌军海马斯和无人机毁了个一干二净。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的战斗几乎每天都在挫败俄军推进的意图，但这时后方却开始掀起波克罗夫斯克沦陷的传言。最早有 CNN 报道，历时21个月的血腥战斗后，俄罗斯军队似乎即将攻占波克罗夫斯克，但火力军上面已经提过，最新战报透露乌军战事打得很艰难，但远没有到无法守住的地步。基辅当局也对乌军遭遇包围的消息予以了强烈否认。不过这倒不能说 CNN 是在乱造谣，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那就是即使俄军拿下波克罗夫斯克，又能给俄罗斯带来什么？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对此直言，什么都不能带来，只会给俄罗斯士兵带来更惨烈的伤亡。实际上，战争研究所并非说大话。分析师巴罗斯指出，波克罗夫斯克过去之所以被俄乌双方反复争夺，在于其极为重要的后勤枢纽的战略价值。
但现在乌军主要补给线转移，该战略价值也就失去了意义。那普京为什么还死咬波城不松口，甚至每天派出3人小组进行高伤亡的渗透作战？巴罗斯差点没绷住，直言这是普京的政治面子在作祟。普京多次在公共场合提及该城，将其视为宣传战的关键，试图营造俄军的胜利不可避免的氛围。想要不被打脸，那么就必须拿下波克罗夫斯克，哪怕他无法对乌克兰的战略部署造成任何影响，也至少能保住自己的政治面子。火力军认为巴罗斯说到点子上了，但也不太全面。火力军看来，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俄军完全陷入胜利的艺术中，即只要胜利就行，不管自己是否正在从事侵略或者一切不正义行为。他们对波克罗夫斯克围攻了这么久，需要一个理由让自己的侵略持续下去，或者说普京需要给俄军士兵一个满足他侵略野心的动力，而拿下波城就是最大的动力，哪怕是用尸体堆积起来的胜利。相比之下，泽连斯基还特意跑到前线告诉战士们，保住性命就等于保住了土地。波克罗夫斯克虽然重要，但失去它并不会改变俄军必将战败的结局，因为乌克兰士兵还活着，乌军补给线还在，乌克兰依旧有着赶走侵略者的决心。受乌军无人机战术启发，美军突然宣布将采购100万架无人机。俄乌战争让无人机成为战场的主角，美军这次难得低调了一次，自认在无人机研发和制造方面起步较晚，于是表示他们准备弹射起步。弹射起步首先体现在数量上，按照美国陆军设定的目标，预计到2028年前将采购各种类型无人机共100万架，广泛部署于各部队。其次是体现在生产制造上。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表示，为了让美军能够拥有无人机生产主动权，美军已确定2个思路。第一是采取一位美国国会议员的议案，在德州建立年产量100万架的无人机工厂。不过火力军认为这一目标定得太大，以美国无人机生产基础显然无法达标，因此大概率也是采取分散投资的方式，而不是依赖单一生产设施。第二是与大型国防公司合作，集结民间智慧，加快美式无人机生产进程。相信洛马和波音等军工巨头对相关大单会很感兴趣。那么美军为何突然对无人机的采购和生产表现得如此急迫？从德里斯科尔透露的信息看，美国100万无人机计划主要目的侧重于应对未来的战争。但火力军要说，这种急迫转变恐怕跟如今美国陆军理念转型有关。传统美国陆军还痴迷于高精尖设备，以为武器性能越高，科技水平越逆天就越好。但随着乌克兰无人机蜂群战术崛起，美军已经明白低成本的高密度打击或许才是战场王道。就连德里斯科尔也表示，他正尽力扭转美国陆军对无人机的看法。无人机并不等于高级装备，而是消耗性弹药。美国陆军目前每年仅采购约5万架无人机，想要在2028年前完成100万无人机采购，甚至建立可完全满足自主需求的供应链，交付难度还是不少。另一边，拉脱维亚的援乌战车倒是交付得很及时，甚至快得吓人。据乌克兰国防新闻网站 Defense Express 报道，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一处军事基地正在举行一批战车的交付仪式。乌克兰国防部长施米哈尔与拉脱维亚国防部长什普拉德出席该会议。至此，拉脱维亚之前承诺援助乌克兰的42辆 Patriot 6x6装甲运兵车正式完成交付。拉国这批战车来头不小，该战车由芬兰建造，具备极强机动性，最高道路速度超100公里每小时，里程高达700公里。除了可持续执行72小时的任务，最多还能容纳10名设备齐全的士兵。另外配备一系列武器系统，包括机枪和自动炮，火力系统不容小觑。根据报道，拉脱维亚分3批完成交付，首批早在今年7月便移交，第2批于9月，最后一批则是11月完成。从首批到最后一批，交付时间仅间隔3个月。考虑拉脱维亚每年仅30辆的生产速率，3个月完成乌克兰的订单，实在可以成为奇迹。要火力军说，拉脱维亚确实够得上好哥们儿。之前拉脱维亚军方自行签署合约制生产，再到接收首批国产 Patriot 装甲车，耗时整整3年。从3年到3个月，只能用光速形容。按照什米哈尔的部署，这批装甲车将交付给乌克兰特种部队，强化其在战场上的机动性与防御力。相关报道显示，首批车辆已经分配到乌克兰第3独立突击旅，该旅目前正在波克罗夫斯克大展拳脚。相信当 Patriot 装甲车正式投入战场，将给予俄军迎头痛击。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怎样看待美国政府结束停摆，恢复对乌50亿美元军需供应？您又认为乌克兰是否能够守住波克罗夫斯克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个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
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